官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摆渡人集团 CEO， 入行14年，只为颠覆殡葬行业的殡葬人 Ariel。今晚，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对话死亡。我想问在座所有朋友一个问题：你们最近一次参加葬礼是在什么时候？都没参加过。OK， 在这之后，你们对于怎么死得更好，怎么活得更好，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？OK， 在接下来的10分钟时间里，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殡葬人眼中的死亡和生命。2012年，为了了解所谓的殡葬一条龙到底在做什么，我踏进了人生第一场陌生人的追悼会。那时才25岁的我，走进殡仪馆后，我竟能准确无误地区分出哪些人是殡葬一条龙。他们穿着舒服的背心、休闲的短裤，脖子上齐刷刷地戴着一条大金链子，脚上呢则踩着一双广东人民标配的夹脚拖鞋。在殡仪馆的礼厅中心，他们张扬跋扈却又气定神闲地像在自家的客厅，抽一口香烟，对着后面的家属不耐烦地讲：“嘿，不要哭了，快一点，对着遗像跪。”又会吆五喝六地对着礼厅后面的家属讲：“快一点，磨磨唧唧干什么呢？赶紧上车吃豆腐饭去。”那一刻，我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。葬礼不应该是神圣和温暖的吗？我坐在殡仪馆的长廊椅上坐了整整1个下午。凭什么？逝者像道具一样，被所有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指指点点地讨论着。凭什么？逝者像纸扎人，穿着那宽大又巨丑无比的土气寿衣。凭什么？逝者的一生就这样在10分钟内潦草地结束了。如果我死了呢？我不愿意让那样的一条龙来送我。我要穿着自己最舒服的那套白衬衫、蓝色牛仔裤。我要听着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。我要在灵堂上供着我最爱喝的各种泥煤味的 whisky。我不要菊花，不要哀乐，不要小时候拽我头发的后桌男同学来送我。也就是在那个神奇的下午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这辈子我只干殡葬。这件事情再难，我也要干一辈子。在所有人眼中，包括我的父母，都觉得我疯了，唯独我的老公支持我。谢谢您。他和我讲，这个行业很难，为了逝者，沉下心，别回头，好好干。我猜啊，他当时这个拍脑袋的决定，估计他也没料到，后来的结果就是6年消失的爱人。为什么爱人不见了？因为1天24小时，他的爱人要工作20个小时。作为一名殡葬人来讲，我们是365天24小时 stand by。言归正传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位普通逝者严国富。2023年的6月份，老先生的儿媳妇打来电话，说爸爸在下黄山的缆车上突发心梗，靠在旁边儿子的肩膀上，意外过世了。儿子和我们讲说，爸爸去了好多次黄山，但都没看到云海。这次他看到了，爸爸在黄山顶上兴奋得像个孩子。在后续我们和儿子儿媳沟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了解到，老先生是一位特别好的父亲，一位好爷爷，
经常下厨烧饭给他们吃，当然也特别喜欢偷偷的帮孙子买糖吃。但儿子儿媳反复和我们强调，你们在准备后续追思会的过程当中，千万不要上价值，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，我们的家庭也就是一个普通家庭。但在我们看来，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无数的闪光点。在我们准备追思会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又通过儿子辗转反侧地认识到了老先生的挚友，又在翻看老先生遗物的时候，了解到这个老头特别喜欢旅游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，南北极、撒哈拉沙漠、冰岛等等。我们又通过儿子辗转反侧地找到了他的驴友们，我们把这些驴友齐聚中国，为老先生送好最后一程。在追思会的现场，挚友们讲述着老严年轻时候有着一股使不完的牛劲，冬天光着脚下地插秧，夏天则带着一个村子的人养鱼养蚌，改善居住环境。后来这个家伙自然被推举为了生产队的队长。驴友们呢，就和我们讲述着这个老头就是一个社牛，老顽童的不行，他身上仿佛有一种神奇的能力，能够跨语言、跨物种，和不同的小动物和小朋友们形成忘年交。就这样，一场追思会，在泪水、欢笑、祈福和祝愿当中，整整开了3个半小时。后来追思会圆满结束，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向我们摆渡人的全体工作人员90度深深鞠了一躬。他们满含眼泪地和我们讲，谢谢你们，让我们在父亲离世后的第7天又认识了一个完整的父亲。你们的工作太神圣了。很多人说我们只是普通人，我们没什么值得好记录的。但在我们看来，每一个普通人活在每一个真实的日子里，她哪怕是一位全职妈妈，但她养育了2个优秀的孩子，她每天对孩子细心的照顾，孩子遇到困难时她无微不至的帮助和陪伴。难道这样的一生不值得被歌颂吗？难道她的精神财富不值得被这个家族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吗？死亡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被遗忘。在我们见证过的3万多个家庭中，以爱告别，以生命唤醒生命，不仅仅是一句形容词。他是13岁跳楼自杀的男孩，在留给妈妈的遗书中说，妈妈，我爱你，我走了，如果再有快递来敲门，请一定带上我的金箍棒，我会在另一个世界陪着你。她是32岁胃癌晚期的女孩，留给老公的生前告别视频说，我知道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也对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有信心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找到另一个他，如同我一样爱你，陪你走完接下来的人生。他是89岁抗日老兵，在送别爱妻的追悼会现场，从轮椅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对着棺木中的爱妻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他说，囡囡啊，乖哦，不要怕，我很快会来陪你。在之前的10年时间里，我去了日本、芝加哥、瑞士、马来西亚等地，学习当地的殡仪文化，了解他们是如何更好地服务逝者。今晚我站在这里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和在座的每一位伙伴讲，今天中国的悼念仪式可以让生命得以体面的告别，因为我们做到了
以爱告别，让真实而浪漫的故事作为开端，让每一个普通人在时间的洪流中被捧起，让他们的精神被所有人看到。2025年，我们将筹备中国第一家生命体验馆。我们会让国人看到死亡，正视死亡，理解生命，向死而生。死亡不是终点，让逝去的生命和精神留存，才是跨越生死永恒的力量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顽石不化殡葬人 Ariel。